人生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這是他在做出所有人生選擇後才得以認清的事實。充滿醫藥味的單人間病房，頭髮有些花白的陳小娟虛弱地躺在病床上，身患癌症末期的她已感覺時日無多，只是苟延殘喘地活着。她身邊傳來同樣年邁的左子文，跟她叨念着，說要帶女兒去買生日蛋糕，因為今天是女兒的生日，跟她說等會兒再回來病房一起慶祝。陳小娟不置可否，只是叮囑着女兒不要挑太貴的，然後就目送父女倆離去。心有所牽掛的她趕緊在床頭櫃抽屜裡拿出珍藏的雜誌，她着急地翻看着書頁，直到那張熟悉的臉出現在眼前。王明陽褪去稚氣的俊秀模樣，讓陳小娟忍不住在心裡數着，她有多少年沒見到自己的孩子了。自從王明陽18歲後，就跟着爸爸王志勝到國外生活，聽說考上一間國外名牌大學念書，拿到名校的學位。回國之後，就在顧小的公司任職。這一本雜誌刊載的採訪內容，是介紹王明陽這位未來可期的職業經理人，滿篇的文字都是對王明陽的稱讚。陳小娟欣慰又珍惜地輕撫着書頁，她閱讀着每一個關於王明陽的文字，看到採訪內容，詢問王明陽最感謝的人是誰，爸爸、顧小阿姨、外婆，還有舅舅，就是沒有提到她這個母親。陳小娟心有悸動地撫摸着圖片中王明陽的臉龐，她喃喃自語道：有健康長大就好。過去她忙碌於自己的家庭，而小孩王明陽忙着規劃自己的人生。她和孩子之間的牽絆隨着時間一點一滴的消逝，而她心中一直放不下的親子情感，總是讓她想起媽媽說過的話：你以後一定會後悔做這個決定。她後悔了嗎？看着王明陽如今是一間大公司的 CEO， 過着比她想象中更好的生活，她會後悔嗎？孩子現在就是過得很好，她覺得當初沒把孩子硬綁在自己的身邊，也許是她對孩子所做的正確決定。她珍惜地重複翻看着採訪王明陽的每一頁雜誌內容，然後她覺得有些口渴，想拿起放在床頭櫃上的水杯，當一大口的白開水灌進喉嚨裡，她一時吞咽困難，突然嗆咳了起來。激烈的咳嗽像是觸發體內的惡性細胞，開始侵蝕她的生理反應。她漸漸呼吸不到氧氣，痛苦掙扎地跌落在床底下，因此扯斷了吊點滴的管線。像是一陣兵荒馬亂的聲響過後，躺在冰冷地板上的她已失去生命氣息的象徵，但手裡還抓着從雜誌上撕碎下來的圖片，上面印着王明陽陽光燦爛的笑容。0911 0911，一聲聲的呼喚把他從夢境中拉回到現實裡。在睜開眼之後，他的心中產生一連串的自我問答：這裡是哪裡？我怎麼會在這裡？我不是已經死了嗎？0911，你已經醒來了嗎？若感到不適，我會協助你，請不要驚慌。蒼白一片的房間裡，他只意識到自己躺在一張軟綿的診療床上。令他有些意外的是，身邊沒有半個人。他聽到的聲音好像從天花板上傳來的，
這裡是哪裡？誰是0911？他忍不住提出疑問。你剛結束虛擬人生模擬，出現短暫的認知混亂，屬於常見現象。請放心，我將協助您逐步適應現實環境。什麼意思？這時他才發現自己的聲音是低沉的男人聲音。他有些吃驚地摸着自己的喉嚨，然後繼續發出聲響。啊咿啊哦，這是怎麼回事？他怎麼會變成一個男人？接着，像是腦子裡突然被塞進一些記憶體，慢慢的，他想起自己是誰。他記得他的名字叫林家強，不是0911，也不是陳小娟。他是個男人，他不是一個女人。一時的性別錯亂讓他忍不住坐起身來，然後驚恐地想要看清楚自己身處的環境。白色的診療床，白色的牆壁，白色的床頭櫃，白色的台燈，白色窗簾外是猶如籠罩在白色陽光的綠植與花園走道。他想起來了，這裡是牢房，是處刑他的牢房。在未來世界裡，因為地球的資源有限，國與國之間不再以國家認同或民族來做區分，而是以富有與貧窮劃分國界。富有國家佔盡珍貴資源，他們的人民享盡財富與自由，而貧窮的國家卻為了生存，他們的人民變得視錢如命，願意為富人做牛做馬，無惡不作。而未來科技的高速發展，讓人類社會共同選擇由 AI 科技來維持世界秩序。因此，未來世界沒有所謂的國家法律，而是以世界所有人類的共同利益來制定法規。犯罪的人將由人類共識法庭裁決審理。全世界的罪犯都會被關押在遠離人類社會的科技島上。所謂的科技島看起來卻像是復古的20世紀，所有的罪犯都過着自力更生的團體生活，就像20世紀的人類社會那般，所有關於吃飯生存的問題都要親力親為，沒有絲毫 AI 人工智慧的輔助與幫忙。因此，科技島上所擁有運算能力最強的 AI 人工智慧，全都是用來監控與懲罰生活在科技島上的犯罪者。由於金錢就是力量，未來的人類世界是由富有國家所主導。在不被生存問題所侵擾的富足環境下，富有國家的人民將道德與正義的價值觀視為人類社會最高的信仰指標。因此，在未來世界裡，兒少安全與詐欺犯罪是重中之重的罪責。犯下兒童人口販賣、兒童侵害虐待、詐騙錢財的犯罪者，都會被未來世界的富有國家視為螻蟻鼠輩。凡是罪證確鑿的犯人，都會被人類社會的主流所歧視與孤立。偏偏人類的劣根性就是飽暖思淫慾。那些在上位者所深惡痛絕的罪行，都是源自於富有國家的享樂主義。他林家強是在貧窮國家生存的窮人，他也想變成有錢人，也想要擠進富有國家當高高在上的權貴。為此，他走上最險惡的賺錢方式。他只是想要變成有錢人，他做錯了什麼？被逮捕後，他為自己喊冤，他強詞奪理，直到他被判下靈魂更新計劃的重刑，他才知道要害怕，因為沒有人受此重刑活着回來。他想要求饒，卻再也來不及。